给你们送温暖的是我。你们这么帮着福神塔，不如投了他们，给他们做犬马。对不起，念姑娘，是我们妇人之仁了。他们看了一眼地上的残肢，也觉得自己方才脑抽了。严杰当即不高兴地冷笑道：“战争中活下来的妇人可不像你们这么拎不清，别给自己脸上贴金。”吞吞已经忍不住了，他指向了还趴在地上的一群人，说着：“主人，别忙着挑选这些人了，我能不能吸一口？就让我吸一口嘛！我太饿了，我吃不饱就不能升级的。”吸吧。大家还没弄明白阴念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就看见吞吞来到了最虚弱的圣红面前，一巴掌拍在他脑袋上。下一刻，圣红浑身抽搐，身上的灵力全都往这个怪异的小女孩身上涌着。小神经还是不错呀。其实他最好是吸阴念的，但是主人随时准备打架呢，不合适。哎呀，这也就是勉强凑合吧。可圣山宗众人都看得毛骨悚然，这又是什么妖术啊？他将圣红吸干之后，还拍了拍自己3分饱的肚子。别弄死了，养养我可以继续吸的。如果不是受伤状态，你现在能吸什么等级的人？吞吞有些不好意思。那吸不了的都不行，我不太擅长战斗。没事，我把人打晕了喂你。众人听着这话，不自觉打了个寒战。圣山宗这边的护宗大阵也及时打开了，可一念并没有打算休息，他直接跨上了师大的背。老宗主吃惊道：“你要去哪儿？”自然是去拔除那些投靠了福神塔的党羽啊。我们同你一起。不必，你们先休息吧。这些人都累惨了，再辛苦奔波也只是去送菜。可就在这时，窝窝又收到了一缕慢吞吞飘过来的精神丝。窝窝听到里面传的内容之后，气得咬牙切齿道：“不好了，主人，我族中小辈说，从北方南下的虫族大军们途经万兽国，结果被万兽国那些人给拦住了，还杀了不少幼虫，不许他们过来。说这些虫兽和百变是一类血脉，看见虫兽就想到您，帝后正在带着人抓捕虫兽呢。”这哪里是要针对虫兽，不就是一念有一只虫兽，他帝后便要5州的虫兽都不好过吗？师大的毛发都根根立了起来。万兽国是从小禁锢了小主人的万兽国。一念不紧不慢地应了一声，脸上的神情很是平静。可越是这样的平静，越是让众人心惊胆战。正好，我本来就想着第一站该是万兽国呢，他养我一场，我该回去尽尽孝了。我本来就想着第一站该是万兽国呢，他养我一场，我该回去尽尽孝了。师大顿时明白了一念什么意思，带着凶煞之气，化成一道流光，直冲天际而去了。杰儿，你交了一个很好的朋友。我也觉得是。他停顿了一下，眼眸深深。所以，不管以后阴念做出了什么事情，我都会站在他这边的。我也希望到那一天到来的时候，希望宗主你和内门弟子们要记得他的好。到那一天，他魔族身份彻底暴露的时候，能站在他这边，别往他那颗看似刀枪不入，实则遍布疮疤的心里插上狠狠的一刀。袁杰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袁杰师姐为什么要说这个？我们现在都和阴念在同一条船上了，不帮他帮谁？师大的速度很快，再加上阵法加持，没一会儿他们就来到了万兽国的城门口。看着熟悉的城门，一念久久都没有发出声音。他曾2次认真地看着城门，一次是被打得半死，拖出去丢出魔剑的时候，第2次是借着白鹿的壳子。当时他想的是，早晚有一天，他要用自己的脸、自己的身份，昂首挺胸地杀回来。今天是第3次。一念深吸了一口气，旁边忽然响起了一声急促的叫声。一念转过身，看见几个熟悉的人正拿着法器追杀着10几只落单的独角虫。嘿嘿嘿，还敢跑？破碎了喂我的灵兽！一念对他们可太熟悉了，斗兽场常客。他抬手，灵力光束直接把几人绑住。他离开的时候，这几个人是1两星的人灵境，怎么到现在还是1两星的人灵境呢？几人抬起头来，谁？是谁？1年不见，大家倒是一点都没变呢。剑种，鬼是鬼吗？他们终于将面前这张脸和斗兽场中那张脏兮兮的脸对上重合。一念背后，所有夜毒性的兽人们都发出了难以抑制的愤怒咆哮声。一念反倒是很开心地笑了起来，呵呵，你们可真是一点都没变呢，真好。他们被他的笑声弄得一懵，可下一刻，天灵境的磅礴威压就将他们压得吐出一口鲜血来。
你们还是老样子，我杀了你们才算是报仇，不是吗？这几人心中惊颤，可却被威压压的话都说不出来，只有震颤的瞳孔表明了他们内心的恐惧。一念把视线从这几个人身上收回来，看向那群虫子。过来。一群虫兽对一念有天然的喜爱，立刻准备过去，只是没想到才走了2步，就感觉到了来自血脉上的威压。他们胆子小，主人就不必让他们贴身靠过来了。不是这样的。可是看着白变的样子，他们是真的不敢说出来呀。行吧，让他们跟我一起进去。不是看不起虫族吗？我偏要让虫族全都进去。把那几个人叫上，跟我进去。大门口，守卫们几乎没有丝毫挣扎，就已经被点满了怒气值的兽人们一巴掌扇飞了。万兽国里的士兵们看见这一幕，纷纷惊叫后退。滴血，滴血！声音一道道顺着传进了皇宫之中。帝后白灵正捧着一碗美鸡汤，慢条斯理地喝着。如今的帝后白灵简直可以用容光焕发4个字来形容，肌肤白得在阳光之下晃人眼睛，只有眼中熟悉的怨毒能让人将她和之前那个气势极重的白灵联系起来。出什么事了？奴婢不知。白灵冷笑一声，一巴掌拍死了在身边摇头的贱奴。要你何用？一屋子奴婢战战兢兢地跪下了。就在这时，外面的惨叫声却越来越近了。白灵眉头一皱，打算出去看看，一道声音却先传了进来。我看其他人都没变，帝后你倒是和之前判若两人了。被阴焰绑着的那些人看见白灵，就仿佛看见了救星一般。姑姑，救救我们！婶子，三姨，救救我们呀！这些人原本就都是像白鹿一样跟在苏林燕身后跑的一些皇亲国戚，在从前那18年可是欺负一念的主力军。白灵怔愣过后，暴怒旋即涌上来，他目光阴沉地盯着一念：你竟然没有死在前线！这话让一念和袁心碎挑眉。下一刻，袁心碎已经到了帝后面前，一把掐住白灵的脖子。前线福神塔的针对你也知道。白灵拼命地咳嗽起来，他眼里流淌出泪花来。一念却眼瞳一缩，等等。袁心碎松开手，你的境界怎么落到天灵境了？白灵见袁心碎竟然松手了，顿时大喜，抬手就把一念反扣住。哼，贱种，你可真是没脑子！让你的小情郎放了我纵然是天灵境那又如何？照样收拾你个低贱的货色！白灵大笑着，有种劫后余生的庆幸。当他看见一念背后这大批的小神境和天灵境强者的时候，他就知道万兽国多半是保不住了。但是他必须活着。他用刀尖抵着一念的喉咙，冲着旁边的人歇斯底里地大吼着：给我准备阵法，要能直接移到福神塔去的阵法，快点，不然我就杀了这血脉脏出的小贱种！可他一顿吼完，师大他们却一动不动，连袁心碎脸上都没有露出紧张的神情。帝后心头咯噔一下，你们真的要他死吗？信不信我现在我就杀了他？你们真的要他死吗？信不信我现在我就杀了他？帝后没有发现自己用力攥着的尖刀法器竟然有几分颤抖。哼，贱种，你还笑得出来？灰色灵力瞬间冲向帝后的经脉之中，让他浑身的经脉都颤抖起来。他惨叫了一声，尖刀落在了地上。不可能，你怎么可能已经到天灵境了呢？帝后满眼都是惊惧。一念已经转过身，一把掐住帝后的脖子。你都能从小神境跌到如今的半步天灵境，我怎么就不能了？来啊，现在和我说说看，你的境界是怎么跌落的？顺便告诉我，你为什么知道在前线的时候福神塔会针对我们的事情？呸！你算什么东西？也配吗？他认为自己是高高在上的，即便是落入一念手中，他也依然是高高在上的帝后。一念冷笑出声，好像看见了什么大笑话一样。帝后见他这副样子，竟然觉得从尾椎开始漫上一层寒气来。帝后什么时候受过这样的苦楚了？贱人，我杀了你！一念不为所动，拉扯着帝后的一只脚，将他拖出去。万兽国的奴隶们跪了一路，甚至都不敢抬头看一念。无数的护国长老被兽人们控制住，一个个被打得鼻青脸肿。见到一念那一刻，还在怒骂着：你个出身不正的小畜生，竟然还没死！你杀回万兽国，你以为汇聚了这么一帮不人不兽的东西，我们就会拥戴你吗？呸！带着卑贱血脉的玩意儿，我们万兽国人是有气节的，我们就算宁愿去死，也不会拥戴你。一念听着这些话却很开心，他脚步更快了，
拖着还在哀嚎惨叫的帝后，直接来到了皇室的王座殿宇之中。袁仙岁看了一眼那些还在叫骂的护国长老，把这些老不死的押进殿中，带他们站到自己各自的位置上，然后打断他们膝盖，摁着他们脑袋，让他们跪下磕头。士可杀，不可辱。可是没用，兽人们立刻照做，膝盖碎裂的声音接二连三的响起。你们这些心肠歹毒的人，会遭报应的。可下一刻，他们却看见一念大摇大摆地坐在了万寿国的王位之上，他们目眦欲裂。你敢侮辱我们的王座？你怎么配？怎么？他们的脑袋被兽人们抓住，一下又一下地往地下磕着。不知死活的东西，以为会让你们直接死？哼，哪里有这么便宜的事情？不知死活的东西，以为会让你们直接死？哼，哪里有这么便宜的事情？养尊处优的长老们，自以为自己有多大的骨气，殊不知，只是从未接触过我们的狠辣手腕吧。兽人骨子里带着天生凶性，对朋友他们热情爽直，但对敌人也是从不手软。一念坐在高高在上的王座之上，底下的帝后像一条臭虫一样蜷曲着自己的身躯。一念敲了敲王座的金边，哼，这王座可真是令人作呕。于我而言，还不如一条最普通的木凳子舒服呢。他当着这些把王座看成命根子人的面儿站了起来，朝着那些躲在一旁的虫族招了招手：“小虫儿们，来！”虫族们没有犹豫，对着一念就飞了过去。一念指向王座：“来，撒尿！”长老们早已痛到说不出话来，这辈子也没这么疼过，此刻竟然颤抖着身躯，不吱声了。什么见种不见种的也不敢再说了。正如师大所说，一开始的硬气是因为无知，倒是帝后嘶吼着：“不可以，不可以！”然而他越吼，虫族们就越是兴奋。很快，他们优雅地抬起自己的屁股，哗啦啦啦，数道水声伴随着尿骚味灌溉在了王座之上。帝后气得翻起了白眼儿，浑身抽搐着，嘴上还在喃喃自语着：“大身子不会放过你的。”一念挑眉，帝后却已经晕了过去。他指了指旁边一个长老：“你说这个女人是怎么和福神海搭上关系的？说不好，我就让人剥了你的皮，但是能保证你神志清醒。”那长老颤颤巍巍地抖着唇，不说话。旁边的师大冷笑一声，唰啦一下就削掉了他手上的皮。我说，帝后搭上了大神子的线，甘愿用自己的一身灵力成为大神子的肉鼎。一念的眼中闪过一抹厌恶，肉鼎便是画本子里常说的鼎炉，采阴补阳，和修邪师用的是不同道但同所求的法子，只是不用背负修邪师那样的恶名。肉鼎大多是被卖的女人，但像帝后这样一个小神境强者，竟然毛遂自荐给另一个小神境，真是跌破人的眼镜。哼，难怪呢。长老们抬起头来，此刻被撞得头破血流，终于清醒了过来。我们愿意尊你为王。好啊，长老们眼中掠过几分狂喜，果然这个贱种是奔着王权来的。既是如此，那就松开我们，速速给我们拿上伤药来。我们都是护国长老，没有我们的拥戴，你这次继位名不正言不顺，你也不想咱们国人冲着你吐口水吧？要改朝换代，自然是要庆祝的，来庆祝吧。长老们愣了一下，这话是什么意思啊？可一念却已经抬起了头，冲他们笑出了一口森白牙齿。去把斗兽场给我清理出来，把诸位长老和咱们皇家的亲戚小辈儿们废去一身灵力，丢进斗兽场中热闹热闹。他歪了歪脑袋，笑容尤其灿烂。通知所有的万寿国国民，请他们前来观赏，要开宴会了。长老们腿一软，那几个小辈儿也是顿时尖叫起来。可一念却弹了弹手指：“苏丽叶呢？这么大的喜事，他这个五洲第一天才怎么能缺席呢？”旁边伺候帝后的奴婢动了动唇，看着满地跪着哭的长老和帝后，他那双麻木的眼睛里竟然闪过了一抹快意。苏林燕不在皇城里，无妨，我想让他现身，他今日就必须给我现身。可需要奴婢们做些什么吗？见一念面无表情地看着他，女奴咬着牙跪了下来，将脑袋恭恭敬敬地磕在地面上。这个女奴觉得自己这辈子也没有这么勇敢过。我们都是奴隶，不管谁做主人，对我们来说都没有差别。不，还是有差别的。帝后在时杀的是我们奴人，
您来了之后，杀的是帝后。他竟然从这个女奴口中听见了一丝丝兴奋的情绪。如果宫中没有主人了，我们就会被2次发卖。请姑娘不要将我们卖出去。女奴说完，大厅中的所有奴隶们都跪了下来。他们知道意念很强，背后的势力汇聚会更强，可能就是因为意念太强了，反倒是不会将他们这些奴隶放在眼中，不放入眼中，其实就不会折磨他们了。而帝后呢，她日渐暴躁，尤其在成为肉鼎之后，就只能从打杀奴隶的瞬间凌虐当中获得刹那快感。反正不会有人把奴隶的命当命，至少意念过来以后，并没有伤害过他们这些奴隶，不是吗？大家决定赌上一把。意念的目光淡淡的落在这些奴隶身上，他知道皇城里面的奴隶有好也有坏。他曾在8岁那年得到过一个奴隶给他的一小碗水，可被人发现之后，那个奴隶就被打死了。他也曾被苏林燕他们身边的体面奴隶打过骂过。请姑娘收留我们！长老破口大骂，只是还没骂完就被兽人们拖出去了。看你们表现了，当然那些欺负过他的奴隶自然是不能活着的。长老们不懂为什么意念对他们如此恶毒，对这些奴隶反倒是心平气和的，可他们没有时间去深思了。不，你们这些下贱的奴隶，不许碰我们！没错，被废掉了灵力之后的长老们是由奴隶们摁在地上剥衣服的。袁心碎坐在座椅上，百无聊赖地看着外面乱糟糟的场景。念念，你打算怎么做？念念，你打算怎么做？他苏林燕现在不是5州第1天才吗？5州第1天才自然是要面子的。来人，把白绫吊起来，悬于皇宫大门之上。意念一字一句，声声响亮，昭告四方，万寿国易主了。他苏林燕要是想救母亲，就给我过来。奴隶们不敢不听从，甚至还带着几分雀跃和大仇得报的笑容，把人给拖了出去。意念看向袁心碎，两人的目光在空中碰撞着，像是冷厉的冰刃相互碰撞，又只有彼此才能懂的默契。其实我不只是想抓住苏林燕，你明白吗？你想把万寿国的王找出来，是吗？是啊，我想看看是多了不起的男人，自己的老婆都变成肉鼎了，国家都破灭了，还能安安稳稳的在那闭死关。与此同时，他心底也有疑惑，那个被困在山洞的男人和万寿国的王真的不是同一个人吗？这2个人到底谁才是他生父？如果不是同一个人，那么他和万寿皇室有什么关系呢？念念，你会希望苏将是你的父亲吗？一念眼眸颤抖起来，嘴硬道：我倒是希望我的父亲已经死了，是因为不可抗力才离开了我和我的生母。若是有别的理由，无异于杀他第2次。袁心碎闻言突然站起身走过去，手指抚摸过一念的眉眼。无论谁是你的生父生母，他们是怎么样的人都没关系，你只要知道我永远站在你这边就好。一念弯了弯唇，只是下一刻袁心碎仿若无意般的突然问着：你在这里生活了18年，前18年就没有人帮你吗？有的，一些小奴隶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他一点点照顾，让他多喘息几口气。哦，男人还是女人？有男人有女人，不过都死了。皇宫的奴隶1年可能就要换上一批，因为主人暴虐，他们的血染红了皇宫的地砖。袁先碎紧捏的手骤然松开。是吗？我们出去看看吧，客人们应该都到了。而就在一念和袁先碎走出去的时候，第一学院灵虚境之中，首席，一念他已经好久好久没有来咱们这儿了，他是不是把咱们给忘记了？怎么可能？他一个小世界的人，怎么可能在得到金色莲花印记之后，不想着天天往咱们这里跑呢？这可是无上神域，是那些小世界的人拼了命都想要修炼到大神境之后飞升的无上神域。这小辫子老师说的激动，唾沫横飞。他怎么可能对我们第一学院无动于衷呢？没看到别的预备生恨不得1天800次的往咱们学院跑吗？而且还搞了个什么王二狗的名字，我都根本想不到他竟然是你选上的首席预备。星月，他是给你下了降头吗？我都根本想不到他竟然是你选上的首席预备。星月，他是给你下了降头吗？阮青云不为所动，小辫子痛心疾首。院长、副院长，你们说说，他是不是脑瓜子磕青了，才找了这么一个人来做学院首席预备啊？副院长看了一眼小辫子，哎，这人我也有所耳闻，妹妹是他，二狗也是他，好多人都讨厌二狗，所有人都喜欢妹妹，殊不知这就是同一个人，可真是有意思。旁边的院长阮琪缓缓露出一个笑容，看来
是我们第一学院还不够吸引他，又或者他因为什么事情被绊住了。小辫子一愣，他倒是忘记了，小世界的那些天才夭折的概率是非常大的，可能是因为一念2次进来的形象都太过于凶悍，让他下意识认为一念不会遇到什么危险的事情。可转念一想，小辫子头皮发麻。以他那种性格的人，应该会四面树敌吧？在场众人的神情都难看了起来。虽然无上神域这边的默认规则就是不干涉小世界的事情，但是到底是预备首席和学院的普通学生多多少少还是有些不同的。哪个学院没有悄悄给自家预备首席开过小灶呢？既然你们都这么好奇他的动向，不如看看。他挥手，一片巨大的水幕就出现于他们面前。我们只看不出手干预，也不算是坏了规矩。小辫子瞪大眼睛，心底竟然有一丝紧张。水幕撑开，他们的精神力竟然真的穿透水雾，来到了万寿国。感觉到空气里面的血腥味，小辫子面色一变。他一定是碰到麻烦了，还活着吗？他还活着吗？刚才骂人骂得最起劲的是他，现在最担心一念的也是他。就在这时，一个浑身滴滴答答淌着血的女人被挂在了城墙之上。小辫子几乎眼前一黑，难道那就是阴念？话才说完，就看见了一个女人出现，站在城墙上，狠狠对那个女人抽了下去。那女人发出一声惨叫，哼，叫，且省省力气吧，等会儿还有的叫呢。他报仇就是奔着不死不休来的。在场的第一学院的4人都愣在了原地。阮青云指了指一念的方向，看，那就是一念。青云呐，你找的这个首席预备很是生猛啊。唯一没有出声的阮琴紧紧盯着一念，眼神变幻，不知道在想些什么。狠辣强势，这和他们第一学院的院风其实并不是很相似，但是不算大问题。但关键是，为什么这孩子的这张脸看起来有几分眼熟呢？这个容貌他总觉得在哪里见过，偏偏又想不起来了。而此刻一念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被围观了，他全部的注意力都在万寿国底下。那些国民们已经纷纷围了过来，满脸惶恐地对着一念下跪。他们并不知道万寿国出了什么事，只知道好像是新王更替旧王。他们对所谓的皇室啊、王族啊其实并不忠心，只是眼看着帝后被挂在城墙之上，一些人还是心生恐惧。新王这么做不怕遭到福神塔报复吗？是啊，谁当王我其实没有意见，但我们还能搭上福神塔那边吗？还有咱们那位5州第一天才苏林燕，听说都是天灵境了。对呀，得罪苏林燕这样的天才，对这个新王也没有好处吧？刚说完，他们就听见了震颤声，下一刻他们看见了银色巨狮，还有无数巨大的灵兽。小神兽。巨兽们深吸了一口气，看向了一念。一念冲他们点点头。巨兽们的声音宛如惊雷一般，顿时轰轰炸响。不孝女苏林燕，不顾亲娘安危，宁当缩头乌龟。小偷女苏林燕，剖开长姐凤骨，霸占天生凤元。恬不知耻称第一，满不在乎亲娘死。累累尸骨铸白莲，偷天换日狗都嫌。抢来的天赋，偷来的关注，无耻下作苏林燕，何敢一现？声音滚滚如惊雷。袁心碎抬手一招，一个扩音的阵法加持，顿时这声音落入了5中每个人的耳朵里。圣山宗的人抬起头来，满眼的诧异。巨人族的人纷纷跳上屋顶，往万寿国的方向看，而万寿国的人已经懵了。偷来的？不会吧！就在他们疑惑之时，一只巨大的血凤终于冲天而上。这只血凤每个万寿国的人都看见过，在苏林燕第一次觉醒的万寿国宴上。而这只血凤显然毛发更亮，气势更强，它像是憋得太久了，仰天长啸。5州的鸟类灵兽全都不安躁动起来，头颅对着辣辣的方向死死低垂。百鸟朝凤。这一刻，他终于能向全世界宣告，谁是他真正的主人，谁才是天生凤元。这声音远远地传出去，而且这些巨兽竟然一次又一次地重复怒吼着。此刻的苏林燕本来是被封家人奉为上宾坐着的，封家之前是看不上他，甚至想要悔婚来着。可苏林燕最近的名声实在是太响亮了，说是遇到了奇遇，直接冲上了天灵境，而封家的风寻呢，不过是一个2星地灵境而已，这速度放在普通人身上确实已经算得上是天才，但是和苏林燕比起来就太不够看了。我这次来是来退婚的。这话终于说出来了，苏林燕觉得浑身舒畅。风寻坐在底下，整个人都难堪的像是着了火。
你是什么东西，也敢退我的婚？不过是一次奇遇，你以为是自己的天赋真的好到了哪里去吗？当我不知道你的凤元氏。你是什么东西，也敢退我的婚？不过是一次奇遇，你以为是自己的天赋真的好到了哪里去吗？当我不知道你的凤元氏。他差点就要脱口而出苏林燕的卑劣行为，苏林燕眼神一寒，直接凌空一巴掌甩在了风雪脸上。哼，有你说话的份儿。风家家主眯起眼睛，他可是小神境强者，正要给苏林燕一点教训，耳旁却冷不丁传来一道道炸响。无耻女，小偷女，苏林燕，一字一句，就仿佛是要掰开他们的耳朵使劲往里面塞。风寻都愣了一下，随后猛地大笑起来。好啊，苏林燕，你曾经做过的事情如今终于全部暴露了吧？他大义凛然地站起身来。父亲，母亲，孩儿早就知道这人的凤元是从别人身上剥下来的。风寻大声说着。其实我早就和帝后秘密退婚了，只是帝后求着我给这个女人一点颜面而已。真正要和我成婚的应当是那位真正的天生凤元才对，毕竟当时定下的就是天生凤元。既然那位天生凤元回来了，我们的婚事也该变一变才对。风家人眼神闪烁，最后风家家主猛地一拍掌。正是如此，苏林燕，你这样德行卑劣的女人怎么配得上我的儿子？寻儿，走，你那真正的未婚妻想必已经九死一生的回来了，你作为未婚夫也该去看望看望。苏林燕整个人说不出的沉郁，反倒是双眼赤红。一念，他猛地往万寿国的方向飞掠而去。你敢动我娘亲，还大放厥词，颠倒黑白，今天我就要剥掉你这一身虚假的皮。他眼中恶意闪烁，来到无人处，向上放了一支烟，那是召集修邪师的信号烟。哼，一念，整个天一州都已经完蛋了，我倒是要看看你个孤女拿什么同我斗。修邪师飞快地朝他这个方向围了过来，来得最快的是一个灰袍老人，正是邪切面。老师，老师您听见了吧？一念那个贱女人果然从前线提早出来了。听你说的，她才是天生凤元，是吧？苏林燕的眼神有一瞬间的不自然。不是的，凤元只有一个，那就是我这个。他那个也不知道是用了什么邪术，竟然弄了个和凤元一样的东西出来，还斩断了我和血凤的主仆契约。但是那个凤元是我亲眼看着挖出来的，独一无二的东西，怎么可能有两份呢？但是那个凤元是我亲眼看着挖出来的，独一无二的东西，怎么可能有两份呢？老师，你相信我，我这个才是真的。我就你这么一个天资卓绝的学生，不信你，信谁呀？咱们修邪一道的，从来就是随心所欲，抢来的那就是咱们的了。走吧。邪切面目光晦涩。我本来也要去天一州一趟了，我说怎么让底下的人去追一群失去了斗志的丧家犬，还这么久都搞不定呢。看来是福神塔真的站在了阴念那边了。走。万寿国内，他们的声音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阴念眼神一变，直接抬起手，师大门顿时停了。苏林燕，来都来了，何必藏头露尾呢？第一学院的几个人都有些昏昏欲睡了，闻言立刻挺直了脊背。哎，这就来了，挖了咱们预备首席凤元的那个。阮青云也跟着将目光投了过去。万寿国长老们忽然抬起头，对着天空大喊着：地基，地基救救我们呐！阴念看了长老们一眼，打了个响指。斗兽场已经完全打开，猛兽咆哮着，流着口水，龇牙咧嘴地冲出来。不要咬我！他们撕心裂肺地惨叫了起来。很快，斗兽场内顿时血红一片。阴念在外面看着乐不可支。贱种，你胆敢这么对我万寿国的长老们！苏林燕带着凤冠，身披珠光宝气的地基袍来了，视线落在辣辣身上。你当日偷走我的血凤，我看在姐妹情分上已经既往不咎，今日竟然被你倒打一耙。还有我的娘亲，你一个婢女所生的人，有什么资格自称皇室正统？你就是这么对抚养你长大的母后的。今日我就要替天行道，杀了你这皇室孽畜！苏林燕迫不及待地说着大义凛然的话，底下那些本来还震惊于地基竟然是个小偷的国民们，此刻又动摇起来。是这样吗？第一学院的几人眼神加深。这孩子会怎么办呢？要知道，人越多越容易盲从，
他又该怎么给自己证明一个清白呢？南口说无凭，他是突然冒出来的，而苏林燕是一直都在这个国家的，这话说的倒是不假。底下的民众已经开始倒戈了。是啊，诬陷人要拿出证据来的。我相信地基不是那样的人，小地基是我们看着长大的，为人最为和善，怎么可能心肠那么歹毒呢？小地基是我们看着长大的，为人最为和善，怎么可能心肠那么歹毒呢？苏林燕嘴角露出一抹笑容。一念，你还有什么证据？尽管拿出来。你有本事污蔑我，就要拿出证据来证明你的清白才行。诸位民众不必害怕，我母亲与福神塔交好，我们万寿国背后站着的是福神塔，岂会任由他们嚣张？我才是万寿国的地基，才是众望所归，民心所向。苏林燕一口气说完，才觉得心口终于舒服了一些。底下的臣民们已经完全被苏林燕给带起来了，甚至连心底的畏惧都冲散了许多。谁说我要自证清白了？一念往前迈出一步，天灵境气势直冲天际。苏林燕，我本就清白。你怎么可能是天灵境？不可能！你为什么会是？他已经开始失态了。尖叫声还没有停止，一念的人就已经来到了苏林燕面前，他被整个扇飞了出去。苏林燕整个人都懵了，他明明已经变强了，可为什么一转眼一念比他更强了？他们都变了，又好像什么都没变。苏林燕，我要的从来都不是证明我的清白，你不明白吗？我不在意别人怎么看我，我要的是享受当众抽回我凤元时那酣畅淋漓的感觉。金龙！苏林燕尖声高喊着，下一刻，一只巨大金龙睁着血红的双眸出现了。一念看见这条金龙的时候，有几分诧异，这龙为什么这么丑呢？龙角歪歪扭扭不说，龙鳞还有地方起了浓血的泡，不再是一开始那副霸气逼人的模样，反倒是像从血池和粪坑的结合体里面捞出来的一样。一念实在是被这个龙给瞅到了，太过震惊，脚下一松，竟然让苏林燕挣脱开来，而苏林燕已经将一念眼中的诧异自动理解成了畏惧。哼，你有血凤，我有金龙，你真当我怕了你不成？去死吧，一念！他手上举起巨大的灵力漩涡，这漩涡是他最强的一招灵术，里面像是凝聚了数百张脸，狰狞地对着一念扑杀了过来。一念眯起眼睛，下一刻，雪花从他周身凭空凝结而出，灰色灵力奔涌，那雪花却是雪白色的，漂亮到一念觉得苏林燕根本就不配被这样的颜色埋葬。苏林燕，我之前不明白你怎么忽然就天灵境了，但是现在我明白了，不是有奇遇，你也没有能拿得起那一份奇遇的实力和决心，你已经是修邪师了吧？这话说的苏林燕心底咯噔一声，她的神情肉眼可见的变得难看起来。天空当中，那夹带着人脸的漩涡和雪花漩涡终于碰撞在了一起，没有僵持，没有不上不下的纠缠，雪花漩涡几乎是以摧枯拉朽的强横姿态直接碾压了人脸漩涡，将苏林燕绞杀了进去。不！苏林燕脸色巨变，她万万没想到对付一个自认为是地灵境的一念，她还能受伤。漆黑的血液带着浓浓的脏臭气息，熏得底下那些还没有收起为地基加油姿态的人捂着肚子就猛地狂呕了出来。修邪师，地基成为修邪师了。从别人身上掠夺能量的感觉怎么样啊？可惜啊，你成为修邪师的时间太短了，还没能完全融合吧。你现在的战斗力充其量只能媲美地灵境巅峰，就你这样的，我一个人一次就能杀10个。苏林燕艰难地看向金龙，杀了他！金龙就好像一个失去了灵性的傀儡龙，僵硬地转动脖子之后，猛地对着一念就扑杀了过来。是龙啊！底下的人惊呼了一声，他们再也不敢说地基是无辜的这种话了，他们恨不得人人往他身上吐一口口水才好。金龙张开了腥臭的血盆大口，但下一刻，天空中忽然出现一个巨大的蜗牛虚像，庞大的精神力冲击到了第一学院的人都吃了一惊，他们并不知道一念还是一位御兽师，毕竟灵兽无法跟着一起去第一学院的。是变异精神力型的灵兽，稀有程度堪比远古神兽，而且竟然已经是神元兽了。一念到了天灵境了，他们自然受凤元滋润，一起到了神元兽，主人碾压主人，灵兽自然可以轻松碾压对方的灵兽。金龙被这一波精神力攻击弄得恍惚了一瞬，但就是这一瞬却成了致命的瞬间。
巨大的血缝一爪子抓下他眼睛，而下一刻，裂空虫咬住了龙的脖子。血缝、裂空，已经消失在世界上的远古血脉，怎么又回来了呢？阮青云露出了一个笑容，他是最明白一念的潜力和实力的，还有就是他那上佳的心性。巨大的裂空虫一口咬断金龙的脖子，一片血雨落下。可这还没完，一棵苍翠的大树虚影在3个兽崽背后撑开，无数的绿色光点补足了用出去的灵力。妖草兽，这是什么妖草兽？小辫子瞪圆了眼睛，竟然看不出这小苗的来历。3兽1苗齐战的这一幕，深深地刻进了天一州所有人的心中。百变咬了2口之后，实在是吃不下去了，难吃。而此刻，被所有虫族爱着的一念缓缓地伸出了手，摁住了已经半死不活的苏林燕。哼，真是可怜。我早就说过了吧，不是你的东西，终归会被拿回去的。小可怜虫，你有什么遗愿吗？老师救我！老师？你是说斜斜面吗？呵呵，真是个小可怜，你的老师现在可顾不上救你了呢。呵呵，真是个小可怜，你的老师现在可顾不上救你了呢。不可能的！金念弯唇，毫不迟疑的猛地将手刺入他脊骨之中，凤元在颤抖着。金念把那颗凤元给抓了出来，这一颗早已和苏林燕的血肉长在了一起，拔出来时还带着恶臭。金念看了一眼凤元，猛地一捏，脏了的东西我不会再要了。假凤元碎裂成渣，而苏林燕终于惊恐地发现自己要死了。别杀我！你难道不想知道你亲生母亲在哪里吗？你别杀我！我知道你母亲的事情，我告诉你，我可以告诉你啊！哦，一念的声音变得飘渺模糊起来。苏林燕还以为自己说服了一念，却听见一念低声轻笑着：“原来你知道啊，苏林燕，你可知我们擅长精神力的人有一种灵术叫做搜恶魂，不需要你用嘴巴说，你的记忆，你的灵魂就已经足够了。”一念的手落在了苏林燕脑袋上，缓缓地抓紧，像是要把她的神魂给抽取出来。这个过程痛苦难堪，本来我都忘记了，现在倒是想起来了，多谢你啊。不，别这么对我！我说不要搜我的魂，你不是我父皇的孩子，我偷听到了，我在大神子口中偷听到了。哦，可我不信你说的呢，我还是搜魂吧。真的是大神子说的，我也就偶然听见了一句我母亲都不知道的，说你是个小畜生，小畜生的娘能为至高神大人未来光耀地位的一块养料，也算是他没白活。至高神强盛一分，你那个娘就会虚弱一分，他会这么说就表明你娘肯定还没死。苏林燕的语速很快，仿佛生怕一念听不清楚，就把他的魂魄给拉扯出来了。我就听见这么一句，你信我？我信你，反正我也不会那什么搜魂术。小傻瓜，骗你的。苏林燕张大了嘴巴，仿佛一只被人欺骗离了水的大鳃鱼。我呢，就想知道你的秘密，可又不能放过你，让我2选1，你也配吗？那炸裂的肉碎，就像是他曾经饱经苦难的18年，虽然在这一刻被炸裂，也留下了令人厌恶的碎肉痕迹，伤凝成疤永难消。高高在上的无头地基从高空坠落了，摔在了他最厌恶的卑贱奴隶们面前。一念收回了目光，手刃仇敌，让他觉得胸口有一阵热意在翻滚，有什么东西要破土而出。主人，你的凤元比之前更加强大了，我能感觉到有源源不断的能量从你的身上反馈给我们。一念笑了笑，看向城墙之上挂着的帝后。凤元独一无二，如今也算是真正的独一无二了。那颗凤元毕竟是从他身上挖出去的，只要那颗凤元消失了，那股力量自然也会回到他的体内。念念，天空中传来袁心碎的声音。动手。金念毫不迟疑，拿出放在空间法器里面的积灰的弓箭，长剑拉满弦，对准了帝后。怪兽国国君，再不出来，你先死女儿，后死妻子！
说话也并不影响一念的动作。下一瞬，那长剑破空而去。一念，你会遭报应的！下一刻，长剑直接穿透了他的喉咙。白灵眼中的光芒逐渐散去，国君没有出现，一念却缓缓闭上了眼睛。他隐忍蛰伏，至今仍然记得不敢用自己的脸躲躲藏藏的来到皇宫的憋屈心情。如今终于手刃2个仇敌，心口一块大石轰然落下，随之而起的是一念身上的冲天光束，复原能量彻底饱满，再加上心中极致的畅快，他的实力再一次提升。1星，2星，之前不久才突破天灵境吧？这人破境升级怎么就和闹着玩一样？哼，日积月累，厚积薄发，心智坚定又天赋极高，这样的人可能连续10几年没有机会，但是一旦让他抓到机会，身体就会像火山一样喷发出无限潜力来。2星天灵境，一念握了握拳头，直接升上高空。小辫子看清楚上空那几个硕大的阵法。我说呢，我说怎么就这么一个毛丫头杀回来了？原来他带来的人都被拦下来了呀！被拦下来的正是斜切面那帮人，早就在他们迈入万寿国领土的时候，就触发到了袁心碎设下的大阵，人直接被撸上去了。上面可有天玄带着无数的兽人，还有赤鬼谷的人在等着呢。当然，这些人此刻都穿着福神塔的衣袍罢了。斜切面一边吐血，一边冲着看不清真容的袁心碎冷嘲着。我倒是没想到啊，福神塔竟然也成了这小姑娘的靠山了。披着福神塔衣服的众人不敢说话，怕露馅儿。这女人是给你们灌了迷魂汤吗？这女人是给你们灌了迷魂汤吗？众人还是不说话。斜切面感受到生命力的流逝，他慌了。你们是真的要将福神塔所有人堵上，和我们不死不休？赤鬼谷中有个人觉得一直沉默也不对，硬着头皮来了一句：一群血脉脏狗也敢和我福神塔相提并论？斜切面咬碎了牙，就是福神塔没错了，这群狗东西。福神塔殿内，一群神子看向至高神，至高神静默无语。为什么他的虫没有回来呢？半晌，至高神似乎是轻叹了一口气。老大，你带着大家先过去看看，不必再等了。这里有我，去吧。虫没回来，那就一定是出事了。大神子几乎立刻站了起来。是。旁边的二神子看了他一眼。你这是急了？也是，你那个相好的在呢。大神子脸色阴郁。好了，别内斗，这一次一定要将周心带回来，别耽误了我们的大计划。至高神声音里面带着几分压抑的暴怒。就差一点点了，可那个该死的女人竟然断了我的灵路，害得我只能卡死在这最后一步上。若是取到周心，我就能迈出那最后一步，成为这片天地的最强者。底下神子们脸上也跟着浮现出热切的笑容。哈哈哈！去吧。下一刻，整个大厅都空荡了起来。至高神垂眸，从袖口当中拿出了一个保存得很好的玉盒，里面散发出惊人的灵力波动来，竟然比他这个半步大神境的波动还要惊人。该死的贱人，天生凤元！哼，我没想到你和那家伙的孩子竟然还活着。不过没关系，他马上就要死了，到时候我会将他的脑袋拧下来，然后去无上神域的时候亲手送给你。说着，他刚才那暴虐的语气又诡异的温柔起来，春风和煦般，带着让人反胃的温和。这么久不见，你肯定更漂亮了。我把你的女儿杀了，然后再让你怀上属于我们2个的孩子，你说好不好啊？他像个前言不搭后语的疯子。我会拨开你的衣服，揉碎你的自尊，让你臣服于我，那一定是非常美丽的景色。他低声笑着，而玉盒当中静静躺着的竟然是一根细长的漆黑的长尾。万寿国边境处，无数光阵涌现，福神塔的人到了。奇怪，不是说天一州的人都在逃亡吗？为什么在边境处反倒看不见什么人？而他们不知道的是，在他们迈进万寿国领土的那一刻，在边境处布置下感应阵法的袁心碎就已经知道了。斜切面正好已经奄奄一息，袁心碎却笑了笑。好了，
放他们走吧。为什么？多好的机会啊！袁心碎看了一眼师大，对他说话就坚强很多了，也冷漠很多。有用。师大看向一念，一念是信任袁心碎的，放出去。斜线面奋力一击，哎，竟然打开了路了！来不及多想，他兴奋地冲着自己带来的弟子们大吼一声：“快走！”比逃命，有谁比终日躲躲藏藏的修邪师更加擅长呢？走！一念拉着袁心碎，脸上浮现出意味深长的表情。修邪师们一路窜逃着，眼看着就要靠近边境区了，结果弟子们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嚎叫声：“老祖，天杀的，福神塔的人守在边境啊！”斜线面一阵头晕眼花。老祖，他们玩弄我们！万寿国那边的福神塔弟子早就知道外面有人围着，不是打算放了我们，是为了玩猫捉老鼠的游戏啊！老祖，斜线面已经被袁心碎打得两眼发花，根本看不见是谁在喊，只是下意识地跟着这道声音走。而人群当中涂抹着修邪师鲜血的阴念非常熟练地带着袁心碎混进了修邪师人群里面。老祖，头可断血可流，和我们修邪师的二系不能丢，这群家畜算什么东西啊，也敢将我们玩弄于股掌之中！在旁边全程看他表演的袁心碎完全被怔住了，阴念已经情到深处，声音都喊哑了：“兄弟们，冲啊！为我们死去的家人们报仇！”拉！大家发出了歇斯底里的吼叫，抄起法器，燃烧生命力，就对着福神塔的人杀了过去。斜线面也双眼血红，冲最前面的大神子杀了过去。老子弄死你！大神子还没反应过来，就被斜线面一掌击了出去。大神子是怒的，可更是懵的，只是一个呼吸的时间。他抬眼一看，福神塔弟子已经死了一波了。大神子的眼睛瞬间就红了，天一咒和修邪师竟然勾结在一起了。好啊！福神塔弟子听令，斩杀修邪师，一个不留。两边的势力听了这句话，同时爆发出惊天怒吼。而当他们相撞之时，一念拉着袁心碎，咻的一下滚落到旁边的一块大石头后面。一念压着有些蠢蠢欲动想要杀人的袁心碎，苟住苟住，咱们不冲，让傻子去冲。苟住苟住，咱们不冲，让傻子去冲。袁心碎抓住他手，意味难明的盯着他。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一念嘿嘿笑了一声，这一笑让跟他过来的第一学院的4个人瞬间回神。太无耻了！咱们的预备首席就这么让2拨人干起来了？阮琴倒是笑得很开心。咱们学院还没出过这样的人呢。第一学院院风和他们的名字是一样的，简单的一看就能看清楚了。顶天立地是第一。小辫子指着一念，可下一刻对上了袁心碎的眼神，却发现头皮一阵阵发麻。小辫子立刻收回手。他能看见我们？清风看过来时，恰好一念拉住了袁心碎。袁顺顺，快给我弄个阵法。袁心碎正好转过了头，清风对上了袁心碎的后脑勺。哎，看你可怜的是被一念骚出幻觉了吗？他怎么可能看得见咱们呢？小辫子有苦难言，脊背上那刺麻的感觉还没消退呢。而另一边，大石头后面的一念已经露出了一个大大的笑容。快，我们去福神塔，我要偷家。可以。袁心碎永远不会拒绝一念，阵法光芒一闪而过，两人就消失在了原地。哎，这就到时间了。小辫子语气里面带着几分自己都没有察觉到的依依不舍。院长，副院长，咱下次什么时候再来啊？小辫子还在眨巴着眼睛看着他们呢，全然忘记了应该是一念去第一学院，而不是他们这些第一学院的领导们来追着看一个预备生呢。哎，你们为啥不说话呀？让院长恢复一下灵力，我们再来。哦，好吧。这里就是福神塔所在的天武州吗？一念看了看繁华了不止1倍的街道，天武州虽然排行在最后面，却比天一州大了很多。因为福神塔在这儿。一念抬眼看着天武州这些人，他们个个面色红润，眼中还有与生俱来的傲气。袁心碎带着一念走了2步，他没有穿福神塔弟子的衣服，穿的是自己的衣服。来到福神塔大门口，还没来得及进去呢，就听见了旁边一群喝高了的天武州居民发出嗤笑声。哪里来的小娘子啊？看起来不像是我们武州的人呢。这细皮嫩肉的，怕是哪个男人一养的小娘货，过来陪爷喝一杯。猥琐又饱含恶意的声音戛然而止。那醉醺醺的几个人对上了2张明艳的不可方物的脸，顿时懵了。这2个人看起来都像是往那一坐就该有无数人蜂拥伺候的尊贵的人。袁心碎眯起眼睛看了这几人一眼。我们走吧，念念。2人没有停留，只是离开了之后，
砰砰砰几声，他们嘴里和身上就炸开了无数的血雾，惨叫声也来不及发出，僵直的倒下去，生死不知。一念和袁心碎到了福神塔大门的时候，守门的一排弟子正要上前来排查他们的身份。一念肩膀上忽然钻出一个小蜗牛，那些人只觉得脑子一震，随后眼前炸开了花白的光。让我们进去！弟子们僵硬地转开步子。一念兴奋地撸了一把窝窝脑袋，哼，宝贝儿，你可真厉害！那是光明正大的来我不行，但是悄摸摸的谁都没我狠。这也是为什么他能和2只神兽肩并肩站立的原因。他的天赋技能实在是太犯规了。进去之后，一念飞快的又让窝窝控制住了一个人，问着能解开魔族封印的宝贝在哪？这个人长得奇奇怪怪的，脑袋活像一颗大西瓜球。他摸了摸自己脑袋，一脸麻木道：宝物库房吧，不过那里戒备森严，等闲弟子根本进不去。一念皱起眉来，不由自主地低沉下来。我就知道没那么容易。一念脑海当中已经有了自己为了拿到那2个剩下的宝物，历经千难万险的场景了，结果就看见了面前被完全操控了思想的西瓜头男，把手伸进了自己的裤裆当中，一边掏一边嘿嘿笑着。我给你看个大宝贝。一念一愣，随后缓缓地抽出了自己的匕首。我也打算送你去个极乐之地呢。就在他准备教训西瓜头的时候，哗啦一声，一串钥匙从他裤裆里面掏了出来。等闲弟子进不去，可我不等闲。差一点儿，这匕首就要抛开这颗西瓜头了，他竟然随手一抓，就抓到了一个管理库房的弟子。袁心碎面色难看，不让一念去接那串从可疑地方掏出的钥匙，推了窝窝出去。窝窝无奈又嫌弃的接过钥匙，对西瓜头男人说着：前面带路。3人往里面走着，一念发现这个西瓜头的人缘挺不错的，有不少人冲他们打招呼或者行礼呢。当然，被控制的西瓜头是不会回应他们的。走着走着，一念皱起了眉头，真的有这么顺利吗？福神塔当真这么容易就被他混进来了？他转身看了一下袁心碎，发现他脸上没有什么神情，一念心底稍稍安定了一些。而就在福神塔最顶上的一层，落座于巨大王座上的男人缓缓睁开了眼睛，他的感知像蜘蛛网一样遍布整个福神塔。很快他就感应到了不该出现在这里的一念的气息。哼，有只小老鼠混进来了呢。他懒洋洋地靠着王座，像是一个巨人发现自己的庄园里面闯进了一只小蚂蚁一样从容不迫。你们看，总有人借着他那芝麻大的脑子和比天还要大的胆子，想着来闯巨人的庄子。哼，有只小老鼠混进来了呢。你们看，总有人借着他那芝麻大的脑子和比天还要大的胆子，想着来闯巨人的庄子。声音回荡在这空荡荡的大厅当中，但遗憾的是，至高神忘记了，本该在这里待着的神子们都去天一州了。空气里顿时弥漫着一股子自说自话的尴尬气息。至高神一张老脸顿时拉长，他心情糟糕，那只小老鼠叫倒霉了。至高神伸出了五指，他的精神力如海潮一样朝着还在1层楼的一念涌了过去，他要把一念的精神体拉扯出来，让他精神体损伤，彻底变成一个只会流口水的傻子。这一招是一念的生父，也就是苏将迫切的想要见到亲生女儿的时候使用过的招数。这一招本就是对敌时非常残忍的一招，当然苏将不会伤害自己的女儿，可精神力是非常脆弱的，尤其是被突然拉扯出去的时候。这也是当时袁心碎发现之后立刻就暴怒的原因。一念只感觉头皮一痛，他还没有来得及防备呢，就有一股巨大又深不可测的力量从他天宫当中涌了出来，那力量是完全陌生的。一念怔住，这股力量是从哪来的？窝窝则是一脸安心的贴在他腿旁，看了一眼袁心碎。那天晚上袁心碎捣鼓了一晚上，捣鼓的他自己面色苍白，就是给主人弄了这么个精神护壳。从那一刻起，没有任何人可以拉扯出一念的精神体了。至高神本来以为能很轻松的拉扯出一念这个小杂碎的精神体，却没想到勾到一念精神力的那一刻，他眼前炸开了一圈白光，下一刻庞大完全不输他的精神力源源不断的涌了过来。至高神没有做好准备，竟然呕出一口血来，一个虚幻的人影顺着那个精神力钩子到了他身边，立在空中冰冷的俯视他。就是你觊觎我家念念精神体？不可能，你是谁？那个小杂种的身上为什么会有这种强者的精神共融呢？还没等他想明白，袁心碎的精神体已经强行把至高神的精神体拉扯了出来，两个精神体爆发出激烈的战斗。还在1楼的一念只感觉脑子一痛，下一刻就恢复了清明，而面前的袁心碎却不知为什么闭眼盘腿坐了下来。
主人，这福神塔有强者发现你的踪迹了。刚才他攻击了你的精神力，想把你的精神体拉扯出去，你差点就变成傻子了。好在袁心碎和你做了单方面的精神共融，他大概是上去找那个人干架去了。精神共融指的是两个人的精神力彻底绑在一块儿，一方遭受到攻击的时候，另一方就能感应到。但是窝窝知道，袁心碎强过目前的意念太多，这样的融合对袁心碎来说是非常亏本的。万一意念死了，他的精神体枯竭，那么袁心碎也会死的。但这个相融却是单方面的，他死不死对意念来说没有半点关系，所以窝窝当时才会那么震惊和沉默。他一直觉得袁心碎这个男人和别的男人不一样，他不明白许多事情，也不像别的男人一样会花言巧语的哄主人，但他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像是刀上抹了糖霜，刺的是自己，甜的是意念。主人，这福神塔有强者发现你的踪迹了。刚才他攻击了你的精神力，好在袁心碎和你做了单方面的精神共融，他大概是上去找那个人干架去了。那个人强吗？多少人？很强，就他一个。袁心碎能打得过吗？不一定。两人看起来都是半步大神境，还真不一定。主人，娜娜和百变在他两边站着。我们该怎么办？宝物还偷吗？要不咱们先去把东西拿了，袁心碎很强的。再强也是会流血的，福神塔不是没有比他更强的人。摆在他面前的是丢下袁心碎不管，先去拿宝物，还是去帮他？如果是之前的意念太弱小，可现在的他还算是能扛一两招的，有时候这一两招就是致命的。可魔域的大家还在等着他呢，如果错失这次机会，要多久才能集齐宝物呢？说不定这辈子都没有机会了。一念额上瞬间渗出汗珠，三只崽崽安静地待在一旁，无论一念做怎么样的选择，他们都会支持的。一念看了一眼精神体脱离之后就毫无攻击力的袁心碎的肉身，思考只是一瞬，下决心却绞断他肠道一般痛。一念当机立断，拿出一条绳子，直接把袁心碎的身体绑在了自己的身上。他不敢将袁心碎一个人丢在这里。走，去顶层帮袁心碎。这次为了天舟的事情，我看好多神子都过去了，还有大量精英弟子。以后等福神塔弄明白了是我挑的事儿，怕是再也没有这样倾巢而出的可能了。所以这也是一念为什么选择在这个谁都没想到的时机悄悄地摸过来的原因了。一念一边说着，一边避开巡逻弟子，悄悄到了顶层。这也多亏了窝窝用精神力干扰那些弟子。到了，一念凝神，下一刻心底一松，果然他的猜测是对的。至高神的肉体就和袁心碎一样，毫无攻击力地躺在那王座之上。至高神和袁心碎正杀得酣畅淋漓，袁心碎的精神体越来越薄弱了。至高神发出愉悦的笑声：你虽然强大，可我总觉得你的精神力是残缺的。这样下去，你迟早耗死在我手上。袁心碎半点畏惧的神情都没有，只是眼尾一扫，他对上了已经来到了至高神肉体旁边的一念身上。他从没想过一念会来，可一念就是来了。他看起来躲得很狼狈，浑身都被汗湿透了。可袁心碎从来没像这一刻这般觉得他的念念漂亮的逼人。一念已经拿出了法器，狠狠地对着至高神的喉咙扎了过去。叮的一声，一念脸色大变，他的肉身为什么这么硬呢？他立刻施展了灵术，可灵力竟然从他身体里面穿透了过去。愚蠢的杂种，当我不知道精神体离开之后肉身的弱点了，我的肉身早已刀枪不入，而灵术则是无法在我精神体离开之后对我的肉身造成任何伤害。等我制住你这情郎，就在你情郎面前折磨你，可好啊？愚蠢的杂种，我的肉身早已刀枪不入，而灵术则是无法在我精神体离开之后对我的肉身造成任何伤害。一念沉着脸看着袁心碎将他死死拖住，原来灵术攻击不行，只有用肉体攻击。那我明白了。他终于在大厅的角落看见了一个长满了锐刺的大铁锤。都说了没有用。可下一刻，他看见一念高高举起了铁锤，对着他那个地方狠狠地砸了下去。刀枪不入吗？还打算折磨羞辱我？他娘的！那让姐姐看看你是不是修炼了一个金吉尔。一念眼中狠力疯狂涌动着，痛击你的卵蛋！听，是蛋碎的声音。在场除了辣辣之外，另外两个崽都觉得下体一凉。至高神只来得及看那锤子流星一样砸下，他的精神体开始如同痉挛一样颤抖起来，下一刻整个人竟然被直接吸了进去。小杂种，我要杀了你！他捂住了自己的裆部，那张素来高高在上的脸此刻竟然扭曲得不成样子。一念眼头一缩，他看清了至高神的脸，竟然是和苏将一模一样的一张脸，但是至高神那张脸更加刻薄一些，眼中没有半分清明正气，反倒是一片阴霾，
灰浊难看，男人几乎想扑上来拧断一念脖子，可袁先岁眼疾手快地把他踢开。他双眼猩红，试图站起来。一念眯着眼睛，一语双关地笑着：“别挣扎了，你以后也站不起来了。”至高神抖着手，可传来的剧痛夹着一念的冷嘲热讽一起钻进男人的肺腑之中，竟然生生呕出一口血来。你过来呀，我倒是想看看你是怎么让我好看的。至高神更是气得要晕厥过去，底下还在血流不止。袁先岁眼神冷漠地看着他，焦急地拿出各种药往自己嘴巴里面塞着，一把抓住一念：“走，拿东西。”两人瞬息到了1层，至高神终于翻开自己的衣服，只看了一眼，他整个人差点往地上栽倒下去。勉强控制住自己身体之后，至高神封住了自己不断流血的穴位。灵医，所有的灵医都给我过来！他的声音传透整个福神塔，震耳欲聋。哼，看，比起库房的这些宝贝和捏死我这个杂种，他首先担心的是自己的命根子。下次别这么做了。一念一愣，我不会打不过他，平白还脏了你的手。胡说什么呢？明明脏的是大锤子，多好一大锤子，真是可惜了。哎呀，下次别这么做了，平白还脏了你的手。胡说什么呢？明明脏的是大锤子，多好一大锤子，哎呀，真是可惜了。众人还没走出2步，耳边又传来至高神满是杀气的声音：“有敌入侵福神塔，福神塔弟子长老听令，见敌格杀勿论。”话音落下那一刻，一念感觉到至高神虽然虚弱，但仍散布的十分广的感知，瞬间粘附在他身上了。他和袁心碎2个人竟然原地发起光来，老不要脸的，竟然搞这么一招！袁水水，能压下这个光吗？这不就是一顿的大蜡烛吗？不行，这是他的感知，我们速战速决。长老们，在那里！无数的弟子已经纷纷往他们这边靠拢过来。西瓜师弟，你怎么和敌人站在一起？这人还真叫西瓜呀！西瓜还是那副呆呆的样子。不，此刻对他来说，一念才是他自己人。窝窝的精神力可谓是用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了。这个西瓜用一种舍己为人的姿态，将一念往库房大门上一推。走啊，别忘了，你的成功路上有我这个西瓜师兄的一份。场外的福神塔弟子们一头问号，他怕是疯了吧？可西瓜才不给他们反应的时间，猛地对他们扑杀了过去。去啊，别辜负我一片心意。一念当然不能辜负了。袁心碎和几个崽子在门外守着，一念一脚踹开库房的门，狂奔进去。弟子们终于把西瓜给弄开，让人压住这个发疯的弟子之后，就对一念扑了过去。还没等他们的手挨到一念裙边呢，他们的身体就跟着砰砰砰的炸开血雾。袁心碎面色平静，在地面上铺散出一个巨大半圆，将那一道库房的门完全圈了进去。至高神绝对不可能短时间内拖着自己断掉的命根子跑下来，他眼中有着冰冷的笑意，让那些弟子顿时浑身恶寒。哼，想进去？来！一时之间，竟然无人敢动。这边一念冲进了库房之后，看见了无数的珍宝。他娘的，这要找到什么手去啊？外面不断传来砰砰砰的声音，想也知道是在打架，可偏偏一念现在最需要的就是时间。他拿出了自己的空间法器，一边往里扫东西，一边仔细地看着有没有他要的宝贝，连续打开了几个精美的一看就不是凡品的盒子，都没有。哎呀，要是这个法器会自己吞就好了。刚说完，耳边就传来一道熟悉的声音：“嘿，我来了！”吞吞从紫禁堂里面溜了出来。“你是在找我吗，主人？我来吞，我会吞的。”吞吞好似终于在这群战斗力爆表的渣渣蛋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定位。你想吃？不行，平常随便吃，但是我想找的东西说不定藏在这里呢，被你吃了，那我真的是要哭了。不行，平常随便吃，但是我想找的东西说不定藏在这里呢，被你吃了，那我真的是要哭了。不，我可以吞进去，但是不消化。等咱们回家之后，吞吞给你原模原样的吐出来。金念眼睛一亮，完全不觉得有什么好恶心的，能把东西带出去，那才是对福神塔的又一次沉重打击。这时候矫情什么呀？哼，好宝贝儿，你来，都吞进去，一个也别留。吞吞果然没有辜负自己给他起的名字，他缓缓地张开自己的大嘴巴，嗷呜一口吞了一半，又嗷呜一口吞了剩下的一半。吞吞的肚子却不见一点鼓的，可惜了。要是能将这些全部都吃了，我就有1个月不用吃东西了。不过很奇怪啊，我的身体里面种着1颗落珠果，1颗星火花，对吧？剩下的宝贝不说比这2个灵力含量高吧，怎么也该不相上下才是，但为什么没有呢？吞吞开始疯狂地耸动鼻子，
让我感受一下的。我明明感受到了2个和星火花差不多波动的宝贝儿，在哪儿？一念这才猛地一拍额头，他差点忘记了，吞吞是卓灵。据他自己所说，他就是一只寻宝小猎犬，方圆百里的宝贝都逃不过他的鼻子。有这么一个宝贝在，他早就该喊出来让他找了。吞吞是在库房里面四处乱嗅，最终定在了某处墙壁上。就是这里，从墙壁缝隙里面传出的能量波动。一念二话不说，抬起了手，那就砸。此刻，门外的袁心碎正死死堵着门，长老们的攻势越来越凶猛，周围已经堆积了一片死尸。娜娜是最是战的，但她此刻看着袁心碎的眼神仍然带着很深的敬畏，实在是太可怕了。她脸色煞白，看起来消耗非常大了，但她守在门口却一步也没有动。我听主人说，他90%的实力都被封在白头山下，可就算是这样，他怎么还这么猛啊？佛神塔的弟子们比娜娜还要吃惊害怕，他们躲在长老的背后，根本就不敢上前。人海战术，在绝对的实力面前，那叫送菜。那女人已经进去多久了？那女人一定是冲着我们宝物去的。就在此刻，房间里传来砰砰砰的连续炸响，弟子们的心都要被搅碎了，太丧心病狂了。抢咱们的宝物还不够，还在砸我们的库房吗？该死！至高神到底去哪儿了？为什么至高神大人不出面啊？此刻被他们惦记着救命的至高神正一脸苍白地躺在床上，10几个灵医一起围着他，他们脸色煞白，一说话就抖得不成样子。至高神大人，这没法治啊！至高神大人，这没法治啊！大人是谁伤了你啊？而至高神怔怔地看着屋檐，他眼中似乎有片刻的茫然，但很快这份茫然都化成了滔天的怨毒。小杂种！他口中只能喃喃骂出这3个字来，而底下一个弟子终于哭着跑了上来。不好了，大人，他们闯到库房里去了。什么？他猛地动了动身子，但很快下半身就传来撕裂般的痛楚，提醒着他以后他就是一个废人了。巨大的惊恐覆盖住全身，竟然分不清是身体更痛还是心底更痛。他彻底的疯狂了。我不能让他死，抓活的，我要抓活的！他竟然敢去库房，他这是自己找死！周围一片死寂，他们浑身冰凉，他们的至高神彻底的疯了。但就在至高神因为断了筋儿，气息微弱发神经的时候，他没有注意到，他一直死死封印着的那个玉盒骤然颤抖起来，玉盒上的封印因为他此刻的虚弱被猛地挣脱开来，黑色尾巴呲溜一下化成了一道针尖那么大的光芒，对着1层库房的方向爆射出去。而此刻的一念已经砸开了1层又1层的墙壁，咚的一声砸在了青铁之上，是一扇很小的门。就在里面，就在里面呢！一念的手掌贴在门上，他缓缓吐出了一口气，此刻竟然有热意直逼眼眶。他在那群可爱可敬的魔族身上得到了太多，如今他这个半路捡来的孩子，他们的小拖油瓶终于可以报答他们了。里面可能有危险。一念眼神坚定，就算可能会死，我也绝不退缩。说着，他汇聚了全身的灵力，猛地把门推开，同时用灵力笼罩全身，像壳儿一样紧紧地护着他。但烟尘散去，什么也没有发生。里面是一个很大的密室，密室里面悬浮着2团灵土，灵土之上一棵金黄色的树，树枝上挂着一颗冉冉如耀日的果实，而另外一边是一棵银白色的树，树枝上挂着一颗弯弯如月的果实，是杨树、月树。吞吞！一念厉喝一声，吞吞速度极快地把2棵树吞了进去。一念一把抓住吞吞，此时不跑，更待何时？可他速度虽然很快，但生长着那2棵树的土壤里，竟然生出了一颗小小的、带着恶毒诅咒气息的蘑菇。蘑菇的速度很快，在一念离开的那一刻，就猛地穿透了一念的所有防御，直直进入一念的身体。蘑菇的速度很快，在一念离开的那一刻，就猛地穿透了一念的所有防御，直直进入一念的身体。而同时，那黑色长尾巴也到了。他在看见那颗蘑菇进去的时候，浑身的毛都炸开了。无声的尖叫一声之后，一个猛子也冲进了一念身体当中。一念还半点没有察觉，他兴奋地走出去。走！袁心碎看见他的样子，就知道他拿到东西了。而佛神塔的那些长老们也看见了彻底空掉还被砸了墙的库房。他把我们的宝物搬空了！长老们心底瞬间凉透了。
至高神会杀了他们的，大概是已经无路可退。他们心底竟然生出一股子悍勇来。拦住他们，就算自爆也要拦住他们！所有人像是疯了一般，对着阴念涌了过来，完全不给袁心碎弄高等空间阵法的时间。袁心碎皱了一下眉头，这么下去，至高神迟早会恢复过来，到时候他带着符神塔剩下这些人，说不定还真能把他拖住呢。想到这里，去吧，你带着东西先走，解开封印已经迫在眉睫了，等不了了。可是你……放心，你已经让这里唯一会对我产生威胁的人暂时爬不起来了，我要脱身还是很容易的。去吧，念念，你救的不只是魔族，还有我。他语气里面带着笑，像是哄着自己不爱吃饭的小宝贝再吃一口。念念听话，我等你来救我。一念看了一眼身后拼命扑上来的弟子们，他说的是对的，该当机立断的时候，一念也从不犹豫。一小心，我们走。下一刻，大浪化成了一团火球，在空中压出一道残痕，飞快地对着天一州的方向飙射而去。他跑了！长老们马上就要追上去，但下一刻，天空骤然变暗。没了一念在场，袁心碎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他抬手，无数的光阵就拖住了这些人。你们刚才不是一个个念念自爆都要拖住我吗？不必拖了，我陪你们一直玩下去，可好？长老们的唇忍不住抖了起来，可他们也没有多余的人手了。符神塔顿时笼罩在一片血色阴影当中，而阴影当中，谁都没有注意那个叫做西瓜的，被所有人忽视的可笑的男人，眼中完全没有被操控的模糊感。他站在一片阴影当中，冷漠地看着眼前这一幕，看着袁心碎杀了一个又一个的人，看着那个叫做一念的女人把东西成功拿走。很好，这女人做的比我想象之中好多了。只是啊，怎么能这么容易让你拿到手呢？这样，我的计划还怎么能实现呢？话音落下的那一刻，他那圆滚滚的身子竟然缓缓裂开，一个满头银发的红眸男人从里面钻了出来。他身上竟然半分气息也没有露出来，好似一团空气一样，毫不引人注意。他腰间系着一块木刻的牌子，上面写着阿喜2个字，是这个男人真正的名字。魔族可以开，但阴念必须死。他露出一个笑容，整个人化成了一滩水渍，消失在了原地。天空上，阴念的脸被风刮得生疼，他已经行了好久的路了。袁心碎一直没有跟上来，他担心袁心碎，但想到他的实力，阴念又感觉他的担心是多余的。5周还没有大神境，最高的境界就是半步大神境。他摸了摸自己的尾椎骨，这一路上他已经做了好几次这个动作了。他总感觉自己的尾椎骨痒痒的，好像有什么东西要钻出来一样。只是现在脑子里面事情太多太杂，他也没在意。那个至高神怎么会长着一张和苏将一模一样的脸？如果不是什么别的原因，只剩下孪生兄弟一个解释了。凤元出于皇室，这点不会错。那么苏将如果真的是我的父亲，他也只可能是万寿国皇室的人。如果至高神是他兄弟，阴念的一颗心沉了下去。苏将和至高神这2个人到底是什么关系？算了，比起这个，阴念看了一眼自己手腕上的紫藤镯，还是先解开封印比较重要。大辣自从跟着阴念一起升级到了深渊兽等级之后，速度提升得非常快，堪比10只天马的速度叠加狂奔。主人，我们已经出了天5州了，马上就能回家了。阴念闻言露出笑容，然而轰的一声，变故突生。这变故来得太快了，阴念只来得及手腕一动，辣辣就已经惨叫了一声，胸口被贯穿了一个巨大的洞。辣辣！阴念瞳孔狠狠的一缩，抱着瞬间缩起的辣辣落地，辣辣脸色苍白，只一瞬，他竟然就失去了战斗力。一个白发男人站在了他面前，他歪着头，盯着阴念，露出一个宛如孩童一般灿烂的笑容。第2次见面啦，阴念。阴念看见这个人的第一眼，浑身的血液就像是被冻结了起来。这个人很强，非常强，至少是半步大神境的强者。我们是第1次见面。阴念抿唇，脸上并不见慌乱。不，第2次，也是最后一次见了。我们并没有仇怨吧？阴念缓缓地后退着，但很快就抵上了一片实质的灵力墙壁。他眼神一变，果然这个男人是奔着他来的。只是为什么呢？男人却已经伸出了手。来，把你拿到的东西交给我吧。
交给我，我就放你走。可一念不是傻子，也不允许别人把他当成傻子。有本事你去自己来拿，有本事你去自己来拿。你不会想着你的元心碎来救你吧？放心，我会速战速决的。不过在这之前，先解决掉你身边这几个碍事的东西。下一刻，身形一闪，想要用精神力偷袭的窝窝被他一掌拍碎了窝壳，猛地伸出脚，又踏碎了百变的外壳。百变趁机一口咬住他肩膀，但那肩膀却坚硬无比。一念飞快地抓住这次机会，灰色灵力覆盖住整个红伞，叮的一声，刺穿了这个男人的眼睛。一念知道自己赌对了，不要去刺心脏，因为刺不穿。哦，你很聪明，刺穿了我的一只眼睛，真棒。可一念却没有半点轻松，3个崽崽就躺在他背后，生死不知。哎呀，真麻烦，要弄好这只眼睛可得费我不少功夫。只这一句话，就让一念心底遍体生寒。这到底是个什么怪物？一念咬牙，抓着红伞，猛地往前继续一刺，他的红伞竟在男人的手中逐渐崩碎了。我有一点点生气呢。男人弯头，猛地一掌打在一念身上，一瞬间，那护甲衣崩裂成光点。一念吐出一大口血，倒在了地上，这该是剧痛难当。可一念脚夹在地上轻轻一点，无数的法器飘忽于空中，砰砰砰砰，法器在男人身上尽数爆炸了。还没等他喘息几口气，那巨大的爆炸烟尘当中，一只手就猛地伸了过来，他完全没有受伤的模样。调皮呀，调皮的孩子，就该被处以极刑。他口中说着恶毒的话，狠狠地把一念往前方一丢，对面就是一个小村落。一念看见几个孩子正在探头探脑地往这边看着，有几只小老鼠。孩子们露出了惊恐的神情。一念咬牙，跑！灵力打在了他身上。你可真是好心。那几个孩子哭着要跑，却被男人抓了回来。这个大姐姐救了你们，感不感动啊？小孩们瑟瑟发抖，而他们的父母听见动静跑了出来。大人，求你放过我们的孩子。男人见状，似乎更是来了兴趣。看见这个女人没？她救了你们的孩子，心里肯定很感激吧？但是她是魔族哦。看见这个女人没？她救了你们的孩子，心里肯定很感激吧？但是她是魔族哦。他的一只手在一念手指上轻轻一点，一念顿时就压制不住体内的魔元素了，无数的魔元素从他身体冲起来。魔族，是魔族。对呀，是魔族。这样吧，哎，那几个小孩，你们要是勒死这个可怕的魔族人，我就给你们奖励，怎么样？他手一挥，无数的灵晶堆积成了一座小山。孩子们还在犹豫，可那些父母却瞬间红了眼。杀！魔族本来就该杀！吊起来，放干魔族脏臭的血！一念被绑着脖子吊了起来，鲜血淋漓地滴下来，他的尾椎骨变得越来越疼了，比他的脖子还要疼。那些人在疯狂地抢夺灵晶。哎呀，看见了吗？这就是人族的劣根性啊！贪婪、怕死、不知感恩。放心吧，魔族的封印会开的，而且会由我亲手解开，成为魔族的恩人。但是我会告诉他们，你死在五洲人族的手上，五洲会因为你的死变得更乱。魔族，你那些矮人朋友都会发疯。一念抖了抖唇。想说什么？傻子，魔族封印已经要改了，我的苗苗的时间已经到了。他手腕上的镯子早就没了，在一开始变故突生抖动手腕的时候，他的苗苗已经带着他的镯子跑了。明明现在满身鲜血的是一念，但脸色骤变的却是阿袭。不可能，
你是怎么在我眼皮子底下把东西送出去的？那不如你先告诉我，为什么你和我是第二次见面？他很确定自己从未见过阿袭，可这个疯子就好像咬死了他一般，追着他，想拿着宝物成为魔族的恩人，想借他的死让他身边的人都疯狂起来。这对他而言有什么好处呢？看来你很好奇。下一刻他闭上了眼睛，一张皮被他抓了出来，那是那个西瓜头男人，竟然是他。你看，我说了是第二次吧，现在该轮到你了，告诉我你的东西都去哪儿了？现在该轮到你了，告诉我你的东西都去哪儿了？别想着拖延时间来欺骗我。阴念缓缓地笑起来，下一刻一口带血的唾沫吐在了阿西那张脸上。你可真是不怕死啊！他不是不怕死，谁都不会不怕死，但是能解开魔族的封印，阴念觉得值了。阿西看向那几个孩子，喂，过来！要是你们能让这个女人头脑叫出来又不死，她叫一声，我就给你们一颗灵星，怎么样？孩子们瞪大了眼睛。娘亲说了，那个女人是坏人，坏人就是该被打死的。灵星是好东西，他们的爹爹和娘亲都很想要。他们拿起了刀，对着阴念走了过来。阴念缓缓闭上了眼睛，掩下了嘴角的笑容。他赌对了，激怒这个突然出现的男人，他会不希望他死得那么快的。折磨他又如何？他还活着，只是那些孩子冲他走过来的样子，也让他的心一寸寸的凉掉了。救他们只是下意识的行为，可这一刻，他心里竟然避无可避的生出一点后悔的感觉。就在这时，一群孩子忽然从村庄深处冲了出来，他们手上拿着法器，有高有矮，有大有小。都给我滚开！我不许你们欺负他！阴念终于扯断了那根绳子，他跌落在地上。凤元的涅槃之力就在这个时候飞快地冲刷他的身体，他压制着自己开始慢慢恢复的灵力和魔元素，让阿袭生不起警惕之心。他看向那个忽然冲过来的孩子，看见他那一刻泪流满面。念念姐姐，简宝，那个在小巷子里被他随手搭救下来的小贩的儿子，被他送到了童院，在和修邪师大战的时候再一次救过一次的孩子。这个孩子竟然带着人躲在这个村落里，恐怕是因为童院不肯屈辱在福神塔之下，他们这群孩子就被逼着跑出来，窝在这个小村落附近躲避。阿袭被这忽然冲出来的变故弄得一愣。这女人是魔族，我证明给你们看。可简宝没有后退半步，他们的声音变得更大了，寸步不退。而此刻，小苗猛地抱着紫金镯从泥土下滋溜一下钻了出来，他已经来到了白头山，跌跌撞撞地对着魔剑狂奔过去，一边狂奔一边凄厉地大喊着：来人救救我家主人啊！糟了，是念念养的那根草。他们飞快地来到了封印交界口，而殷满站在最前面。小苗，怎么了？念念呢？殷满这会儿太自责了，他就该跟着念念一起的。没时间解释了。小苗抬手就抛出了4件宝物。开封印，主人有危险！开封印，主人有危险！就这么短短几句话，殷满就知道该怎么做了。也幸好他还在魔剑，不然就算东西带回来了，也没人知道该怎么解开封印。女儿，取你3滴精血来，所有魔物都后退。殷女毫不犹豫地挤出3滴血，4样宝物飞快地融成2道光，一道飞向白头山的封印。殷满还记得阴念告诉过他，解封就要两边一起。轰轰2声巨响，这2道白光各自在封印之上转出巨大的火光，整个天一州不，整个5州都颤抖了起来。空气里的魔元素开始沸腾，白昼骤然变成黑夜，透不进一丝光亮。魔元素们欢呼着，他们疯狂乱窜，封印轰然破碎，魔物们发出了惊天动地的咆哮声。而阴女首当其冲，双翼一震，冲天威压直通天际。这世上最强大的半步大神竟是谁？是被剥夺了9成实力的元心碎吗？是被切断了接耳成了无根神的至高神吗？不，从这一刻开始是阴女。阴女整个人化成了一道光，小苗就蹲在她肩膀上指路。快呀，再快一点呢！村庄里面，阴念看见那些孩子被打得歪倒在地面上，所幸这人似乎是享受这种猫戏老鼠的快感，
并没有杀掉这些孩子。这男人忽然冲一念露出一个笑容来。我倒是忘记了解开封印的办法，你肯定还没来得及告诉你那只我被漏掉的手。只要你死了，魔族封印照样开不了，是吗？他在炸一念的话，可一念觉得这已经不重要了。他现在只想救下简宝，这么好又勇敢坚定的孩子才是未来的希望。我觉得你不怕痛，但是这些孩子一个个死在你眼前，你一定很心痛。哎呦，我这人就喜欢看别人心痛。他轻笑了一声，就要一脚踩下去，可下一刻魔元素暴动起来，是封印开了。一念忽然就笑了起来，男人也同样感受到了。你竟然把方法告诉这种畜生了！男人一把抓住他头。好，看来留着你也没用了。你以为魔族的人现在赶过来来得及？告诉你来不及了，去死吧，贱女人！一念死死瞪着他，可能真的要死了。他闭上了眼睛，下一刻他的尾椎骨痛感达到了一个鼎盛，滋溜一声，一根长长的漆黑的尾巴忽然钻了出来，一个巨大的女人的虚影出现于他身后。失去了意识的一念只感觉浑身像是被泡在温水当中，也像是落入这个世上最温暖的一个怀抱里。那虚影看了一眼阿袭，他那张温婉如水的脸上浮现出无比阴沉的杀意。找死！